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想必大家都知道，长相学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手掌的形状、手指的长度、纹路的走向等，来分析个体的命运和性格特征。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被认为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天赋、潜力、事业运势和财富状况。而在长相学中，特定的手相特征被认为是富贵吉祥的象征。那么它们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中指相对较长。那些长中指代表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对财富的渴望，他们理想的目标必须是过上富裕而富裕的生活。要成为领导者，他们必须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在氛围中行事，并且要非正式。由于一些小财产的损失，这些人更有可能富裕和富裕。2. 手指没有缝合在一起，除拇指外，伸展其他4个手指，如果中间没有间隙，即使一块芝麻也不会掉出来。这样的人有很强的省钱能力。男性和女性都特别擅长财务管理，盲目的费用和开支，以及生活中的细心计算，这些人容易致富和昂贵。3. 厚厚的手掌，掌厚的人意味着财富的基础是好的。无论他们是生还是工，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他们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寻求金钱的智慧。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安静的工作。手掌的人更有可能变得富裕和昂贵。4. 太阳山隆起，太阳位于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太阳在掌中升起，则意味着这个人非常有利可图，他有更多的工作奖金，他有机会发财，他可以省钱。不是钱，男人的财富是好的，女人很容易嫁给丈夫，丈夫是富有而有力的人之一。5. 财富线是直的。如果小指根下面有一条垂直线，那么这是一个幸运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富线相对深刻而有力，即使是一些人也有许多深刻而直线的财富，这意味着好运，那个有钱人。6. 手掌红砂，财运旺。好手其实不仅能反映财富，还能体现健康。掌红如砂，代表人的美貌，是健康的表现。一个人的气质是好的，不仅手掌是红润的，而且脸也是红色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气。如果他是一个男人的手掌，宽而厚的手掌也是财富的表现。出生丰富而富裕，可以收集财富，工作和生意拥有广泛的财政资源。相对于肉合手的柔软，女性手与婴儿的胖乎乎的小手非常相似。它也是一个富裕而崇高的阶段，它不能被称为大而昂贵，至少从不吃喝住，尤其是有好运。7. 富贵多财，纤细而纤细的手是一双聪明的手，这个人很聪明。如果男性手指细长，指甲是正方形或椭圆形手是最好的。这个男人的思想很聪明，他的工作很认真，他有责任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将能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财。女性最好的是手指细长，指甲尖尖锐，矩形是最好的。如果手指短而粗，那就很尴尬。什么是玉手？什么是食指不接触阳春手？这是富裕生活的表现。你见过有钱人的手指粗糙吗？当然，手指就像一根竹筒，它们圆润细长，是最好的手。8. 手心洼，比发夹。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然而，你一定不知道真正的手心低洼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四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9. 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纹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10. 聚财纹多。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为聚财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来命好，亲缘深厚，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而如果右手生有，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11. 元宝的形状。如果手中的线形成一个梯形，或者是口字形的，尤其是梯形接近于象征着财富的元宝形状，若封闭且紧密，四角不漏，这样的属于是财库，能够有着很强的聚财力，力度很强。
生活工作里收入高，非常容易存到钱。如此的女性不仅仅是自身的财运很好，还能够旺夫旺家运，给配偶带来好运，成为富太太。12. 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这种纹路叫做家里纹，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相。有这种手相的人，比标准断掌命更好，富贵双全。13.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代表着财运以及事业的基础好，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能够充满着干劲，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创造力。这样手相的人会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去用心努力着，日后必定能事业有成，容易大富大贵。当然，除了上述所说的手相外，这9种手相被认为是绝对好命，象征着一生的幸福和富贵，包括身体健康、理财眼光、把握商机、潜力充沛以及财运亨通等多个方面。这些手相不仅仅是手部特征的象征，更是命运的预示，为持有者的人生注入了祥瑞的元素，让他们得以走上人生的巅峰，实现非凡的成就。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吧。1. 掌红如血色。手掌红润如血色，不仅是身体健康的象征，更是幸运与福气的注脚。这样的手相几乎宛如上天宠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犹如得到了神明的庇佑，一切都能够顺利如意。这种红润的手掌让持有者的财路如同畅通无阻的河流，财源滚滚而来，生活充满了富足和繁荣。红润的手掌不仅仅反映着健康的身体状况，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展现。这些人拥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以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同时，这样的手相还代表着持有者在人际关系和社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红润的手掌散发出一种阳光般的气场，使得他们在交往中更具吸引力，人缘也自然水涨船高，财路畅通，财源滚滚是这种手相带来的独特福气。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投资理财，持有者都能够轻松获取财富，财运亨通。这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包括了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红润如血色的手掌是一种幸运的象征，为持有者带来了全方位的好运。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健康、事业还是财富，都能够走上幸福富贵的光明之路。2. 掌中有黑痣。手掌内有黑痣的人，证明此人非常有抱负，内心十分有远见，眼光独到。他们总是可以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商机，因此总是可以比别人抢先一步获得赚钱的路径。3. 手指如竹笋。手指要是如竹笋般修长细腻，那么注定此人必定是个富贵之人。因此手指长的人善于抓钱，同时很擅长理财，因此钱财到了他们的手里只会有增无减，自然就会富甲一方。4. 手软如棉花。手掌一定要柔软有肉，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就很富贵。他们一般都是生活在富裕之家，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长大后能够得到六亲的支持，因此做什么都极易成功，自然就不会缺钱。5. 六花纹。所谓的六花纹，是指在手中有一种类似六角小花一样的纹路，此手相为大吉之相，能够有此手相之人，早早就拥有别人想要的一切，晚年的运势更强。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再差，也能白手起家，成为人上人，过上富贵的生活。6. 折桂纹。折桂纹是指一条由金星丘底部延伸出来，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球向上延伸的纵线。有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在生活中遇见贵人，必能逢凶化吉，早晚能发达，成就一番伟业。靠贵人起家，事业运与财运也会跟着上涨。7. 宝云纹。手掌中的宝云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有此手纹的人非富即贵，日后必定能够做成大事业。若是经商，头脑聪明灵活，抓住赚钱的时机就会马上行动。若是为官，也很快能在官场中站稳腿脚，为人聪明圆滑，处事果断，升职加薪快。8. 金花印纹。手掌上的金花印纹，手掌上的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有俗语文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由贫。有此手纹的人具有极大的潜力，日后能跻身名望贵族，是典型的潜力股。这样的人就算是早年的生活差，也很容易大器晚成，一旦抓住良机，就能够节节高升，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带旺这个家族，光耀门楣，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每个人的手相都有所不同，有些手相是我们常见的，而有些人手相却很罕见。10种罕见的手相，快看看你有没这些手相吧。9.
神秘十字线，拥有神秘十字线的人，直觉敏锐，灵感很多，创造力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10种罕见的成功者手相纹，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一个人跟钱财究竟有没有缘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掌纹中看出来。因为掌中有明月，那些看似沟壑丛生的纹路，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是否能大富大贵，有没有成功运。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拥有这10种罕见纹路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将来贵不可言。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些手纹。1. 成功纹，在大拇指的下面，手腕上方有横线，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而且还很有责任心。2. 凤眼纹，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一指节上，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如果说这个圆圈圈有开口的就不算。一般情况下，手指关节有刺眼者，代表该人有疏远，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古代人认为有手像孔子眼的人必是文曲星下凡，有状元之名。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青年时婚姻幸福，事业有成。3. 环绕纹，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也叫做家族戒指线。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可能是由你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家族。此外，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下带家族戒指线，则为锦上添花，一生荣耀。婚前有长辈呵护，婚后有丈夫疼爱。4. 十字纹，拥有十字纹的人，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此外，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创造力也很强。5. 鱼纹，所谓鱼纹，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是后天长出来的，所以也非常罕见。当这条线出现时，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6. 幽默纹，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形的纹就是幽默纹，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拥有这种纹越多的人，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如果和他们交朋友，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且欢笑不断。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哦。7. 贵人纹，贵人纹也叫宠爱线，即在生命线上出现3条开叉的线，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拥有这3条线的人，一生都有贵人扶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能够化险为夷。8. 目标纹，目标纹也称希望线、努力线，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拥有这条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反之，如果目标纹过多，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9. 2条智慧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一般来说，手上的智慧线只有1条，可能会出现分叉、断开、过长、过短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2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有2条智慧线的人，其人智慧超群，事业双线发展，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如果为男性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女性则为女强人，婚姻欠美满。10. 明星纹，这是最罕见的纹路。拥有明星纹的人，运势不是一般的好，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不管想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心顺意，财运亨通。最后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婚姻感情、身体健康、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命运并非天定，风水影响成败。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在于你的理气，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奋斗，哪有未来的成功？性格决定命运，正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第二，十指暄罗，荣贵旁义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准不准？
在传统文化中，识人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老祖宗在识人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善恶。古往今来，人们为了识人，做出了很多种尝试，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来识人，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识人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总结。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识人的方式，总归是有点片面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也简单，意思就是说，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呈螺旋状的，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你一定听过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坐着走，九斗十斗享清福的说法。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十斗全点状元。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中的炫罗其实和都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十指软绵绵，清闲福自天的说法，意思自然，就是说软绵绵的食指预示着生活富贵，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老祖宗这样的识人之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真正的识人之法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预测，真正的识人之法除了要察其色，还要观其行。简单的以貌取人，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老祖宗的识人术除了要观其外在，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识人是静态的，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识人，往往会有失偏颇，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再来识人，那就比较全面了。古人常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难以让人们琢磨透，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话不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人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以此来识人。比如说用言语刁难，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比如可以托付一个人一些事情，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老祖宗的识人之法大多数都是静态的，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以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识人，而这种识人之法往往会趋于片面，对于真正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但如果静态的识人之法配合上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识人的动态识人之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许要立体很多。第三，手有稀贵纹，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一、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二、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算命先生说，手有米则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指短，即使其他文献再好，也无关之相。
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露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后是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借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纹理和符号均配。以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主纹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古象书言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呈如今掌秋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二，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掌色苍白不劫钱，不入寿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第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辈冲天富豪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二，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三，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四，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五，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六，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七，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变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
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另有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平人成大富，谋之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六合纹、一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直必聪明，更得学堂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服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现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这是少年人的词，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手相中富贵的吉成符号较多，一般吉利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锦上添花。相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船纹又称为元宝纹。古有手有宝船，满载珠宝之说，可见宝船纹的作用非同小可。宝船纹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4个角不漏，属于财库，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宝船纹是有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宝船图形。一般情况，金元纹宝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盆形之状，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1982年生肖女士手相运势：第一，手大4指并收而聚拢，直爪有收，皮白肉细，一生富足之人。第二，手中宝船纹又大又封闭，并且事业线拖着宝船前行，一生运势旺盛，事业猛进，财运不断。实际福主从25岁开始自行投资，目前有上千万资产。第三，感情线深长，结婚线2条相对平衡，婚后夫妻和睦，子女双全。手相中元宝纹的出现，加大了运势的增强，犹如锦上添花。宝船纹的出现，必须要有深长的事业线配合，才能富贵有望。如果一个单纯的宝船纹，没有富贵不会太大，甚至无富贵之象。第二，手有一纹，富贵自成。手掌象征富贵与荣华的3奇纹你有吗？手相主要就是看个人手掌中所拥有的那些特殊线纹，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生命线、智慧线以及感情线这3大主要线纹，以及婚姻线、事业线等特殊线纹。这些手掌线纹所拥有的外形特征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
那么手掌中的三奇纹就是哪种特殊的线纹呢？一、特殊的线纹。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这种线纹并非单着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三奇纹有2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三奇纹。2、三奇纹的特点。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3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首香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他们能够在生活中遇到适合自己的恋爱对象，并且和对方有着一段美满幸福的恋情。结婚之后更是感情稳定，生活幸福。其次，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从而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获得贵人相助，使得即使自身缺乏出色的工作才能，也同样可以取得事业成功，更是能够在面临危机时化险为夷。最后就是偏财运出色，容易获得意外之财，一生都不需要为了金钱而发愁。由此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线纹所拥有的含义是多么的出色。3、拥有三奇纹的人。三奇纹这一手相特征确实能够体现出其人所具有的运势特点，但线纹本身也可以表现出命主的性格非常好。因为如果只是具备出色的运势而没有良好性格的话，那么也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好运从自己手中溜走。一般来说，拥有三奇纹手相的人性格认真且看重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底线，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坚持，也能够将感情放在第一位。第3，簪金在手，必富有的发大财手。1、贵人纹。贵人纹又叫火星纹或第2生命线，一般贵人纹清晰之人都会有贵人相助，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新朋友也会容易信任你，与你合作，带给你转机。手掌有肉代表有福，也就是我们说的有靠山。2、阴质线下积功德，前有贵人，后有靠山。阴质线不仅仅脸上有，手上也有。手上的阴质线位置与贵人纹一样，也可以说是贵人纹的一种强势的变化。当贵人纹有3条，十分清晰的时候就成了阴质线，也叫三金线。手相阴质线说明你前世积下很多功德，那些上一世受恩于你的人，今世会来报恩，因此今生你会很有贵人缘。即便是刚刚认识的朋友，也会莫名其妙的信任你，为你赴汤蹈火。手相阴质线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3、钱财纹多。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7、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俗称金棍，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8、通天手纹。位于月球较外缘的垂直线为标准的通天纹，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性、心理感应性，非常富有幻想色彩。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又称通天纹。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竖线，自眉心上方直至额际，即额上的通天纹也是天目的学区的显露。有这种线的人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潜心神秘事物研究，必有大成。双手都有通天纹的，前世必是大善之人，今生头顶有灵光，一生有神灵庇佑。
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有此文的人一生不缺钱，一般有通天文的人双手都会有，此人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财运，一生大成大步。第四，案例分析，虎虎生风的手相，根基深厚之人必是富贵相。第一个，金星丘尤其的饱满开阔，体质加精力充沛，根基深厚，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中指代表自身，土星丘代表责任感，此处杂文多，代表自信心不强，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有利有弊，利在会审时度势，避其锋芒，弊端在易形成习惯，自身才能易被埋没，潜力难挖掘。十指巽宫财位倒是饱满，伴有井字纹，财运如井水，源源不绝。财虽一般，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本质有保障，稳定少起伏。掌心明堂凹陷，能存财守财。纹路看有穿掌的格局，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独立能力强，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成家立业后会颁布父母。不过穿掌人格局还是有，敢闯敢干。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加上金星丘饱满，穿掌和金星丘一定要配合得当，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穿掌格局。感情线深刻，重情感性，人缘不错，从太阳线也可看出。不过重情之人，情路易动荡，容易陷入情网。脑线和情线见十字纹，年纪越大越相信玄学佛系，晚年易和佛家道家结缘。第二个，偏身自恋，身自恋，上下弱，中间强，面骨还算厚重饱满，运势不弱，只是额头稍浅稍尖，早运一般，难得祖荫庇护，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颧骨强眉骨弱，全压眉，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不过眉浓不散，上扬有气势，鼻高隆，自身独立要强，甚至有些过于要强，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眼大六白，但是黑白分明，防范意识很强，有些容易吓跑姻缘和贵人，一旦深交，自己会投入很深，容易被烂桃花侵扰。田宅宫见眉毛侵扰，靠山不稳，难入大公司做靠山。不过鼻高隆起势，厚重饱满，中年财运旺，夫运足，加颧骨凸，鼻全的配，中年能起运。不过鼻梁起结，颧骨凸，在婚姻中有些强势，偏敏感，缺乏安全感，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建议调手相学便作为一种神秘的学问，流传于民间。人们常常通过观察手掌上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和未来。最近有一位网友展示了其独特的手纹，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朋友的手中竟然有霸王纹。要说富贵的手相有很多种，而这其中万中无一，富贵荣耀无人可挡的就是霸王线。那么霸王纹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特征？有此纹路者会有哪些好事发生呢？掌天霸王纹，权倾天下是如今，富贵荣华财满门。霸王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象征权势与富贵的纹路。在手相学中，它指的是命运线、金运线以及财运线三线合一，形成强大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预示着一个人在事业、财运和名望方面都将有不俗的表现。一句话，有钱有势有权，霸王纹在手，当真是要啥有啥。不过拥有霸王纹的你，不用辅佐别人，你就是世界的中心，想做什么就做，想怎么干就干。你就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格，有影响力，有统帅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真正的霸王纹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手相中可能只能看到霸王纹的影子。有的人这三条线并未完全连接在一起，也有的人金运线和财运线没有掌过感情线。即便如此，这样的纹路也可能使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和名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生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左手没有，你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只要有一只手有，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人。这种纹路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经历密切相关。拥有霸王纹的人通常对金钱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他们擅长于发现商机，抓住机遇，往往能够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不畏艰难困苦。他们勇于冒险，果断行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对财富的渴望外，拥有霸王纹的人还具备着强势、果断和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平庸，不停歇于现状，总是奋力向前，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
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永不止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和成就。因此，霸王纹的出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标志，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它象征着拥有者在商场上的强大潜能和领导才能，预示着他们将会成为商业世界的霸主，引领着时代的潮流。除了霸王纹之外，还有很多罕见的手纹，就比如说爪子纹。下面就列举一些十分罕见的手纹。一、爪子纹。当感情线下垂，搭上智慧线与生命线，形成三线同源的手相格局，形状就像一个爪字，这就称为爪子掌。这样的爪子掌可谓是万中无一，极其罕见，因此对于这种手相的研究一直很少，使之变得神秘莫测。一般认为，爪子掌之人十分重情义，天生乐善好施，以助人为己任，事事替人着想，可谓是神仙一般的人物。二、不动产纹。什么是不动产线？指的是一条连接事业线和太阳线的横线。如果手上出现了不动产手纹，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预兆。通常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大可能得到不动产。如果这条线在手掌下方出现，得到的时间会比较早。这种通常是祖辈庇佑，或许早年平平，但是忽然之间就靠祖业家中长辈遗留的财物发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创业初期需要资金时，忽然会有长辈家人或是贵人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势如破竹般快速在事业上顺风顺水发家致富。其次，它还暗示着拥有者可能会在房地产领域或其他投资方面取得成功，积累大量的财富和资产。这种手纹的出现，常常被视为一个人财运亨通的象征，预示着他们将会拥有舒适、富裕的生活，并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安逸。因此，不动产手纹的出现被视为一种幸运和吉祥的迹象，为拥有者带来了未来财富和物质上的丰盛和稳定。三、断掌。断掌纹属罕见且吉祥，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拥有断掌纹的男性大多数都能在事业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功成名就。他们往往能够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脱颖而出，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断掌纹的出现预示着拥有者在福禄、财运、金钱和财富方面将会有着极好的运势。他们往往能够获得意外的财富和收入，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舒适。这种手相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在未来将会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因此，拥有断掌纹的男性往往被认为是命中注定会有一番作为的人。他们具备着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在事业的道路上势必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这种手相的出现被视为是一种幸运的预兆，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和成功。四、诙谐线。爱情线尾部折线型的线就是诙谐线，具有这条线的人越多，诙谐感越强。如果和这条线多的人做朋友，日子中笑声不断哟，让你在尽力之外结合命运得失。吉凶往往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手中财库多，手中财库多是一种相当吉祥的手相特征。拥有这一特征的人通常能够将钱财妥善存放，不会轻易挥霍，懂得如何节俭和理财。他们具备着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能够理性地处理金钱，将其有效地积累和保存下来。手中财库多的人往往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将资金投入到有利可图的项目中。他们不会轻易浪费金钱，而是会将其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因此，他们往往能够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安逸。手中财库多的特征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富和事业上获得成功和收获。他们能够理智地管理自己的财富，不会因为金钱而迷失方向，而是能够以稳健的步伐走向成功之路。因此，拥有这一手相特征的人往往能够过上富贵吉祥的人生。六、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这种手相被归类为旺运型富贵手相，具有许多令人艳羡的特征。拥有这一手相的人通常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束缚，他们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愿受限于传统规范或固定模式。然而，他们并不是一味放任自己，相反，他们思考细密，慎重考虑，并以勤劳、努力为座右铭。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因此，
他们注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出人头地，取得辉煌的成就。随着个人成就的不断提升，财富自然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手相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事业和财富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回报。他们拥有着突出的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赢得人生的胜利。7.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手掌中指与食指之间的位置，被认为是与财运和吉祥相关的重要手相部位。如果太阳丘饱满而凸起，通常被解读为未来日子顺风顺水，能够享受到大富大贵的生活。太阳丘饱满的手相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富和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和收获。他们往往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重要的成就，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回报。这种手相反映了拥有者的富有潜力和追求成功的决心。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勤劳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8. 手掌厚实有肉感。手掌厚实代表着这些人群能拥有一个较好的财运基础。这些人勤恳踏实，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默默努力，努力加上天生财运，是很容易大富大贵的。9. 钱财手纹。手中有特别多的钱财纹，就意味着命中的钱财、财富、金钱特别多。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的财运就好，注定大富大贵的手相。钱财纹的出现，通常象征着拥有者在财富和金钱方面将会有着极佳的运势。他们往往能够轻松获得意外的财富和收入，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舒适。这种手相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务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和回报，拥有丰厚的财富和资产。10. 财运线又深又直。这里指的是小指根部下面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看了上述的介绍，想必不少人都开始纷纷举起手掌，仔细端详起来了吧？不过还是那句话，纵使老天给了你不错的手相，但是你也得有相匹配的能力、毅力等要素支撑，否则光凭天赋是不可能发财致富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手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之一，对我们来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需要用到手。然而虽然我们都惯用自己的双手，但是如何看手相却有很多人不知道。在相学中，手相被称为万象之首，可以看出人的性格以及一生命运运势如何。不知道大家子女线了解多少？我们手掌有一条线名叫子女线，位于小指根部和感情线之间，与婚姻线平行。什么是子女线？注意要男左女右，把自己的右手给拿出来，然后可以看从小指的根部到3条线最上面的那条线之间有一小条或者多条不规则的线路，这就是所谓的子女线。在找自己的子女线的时候，孕妈要注意，最好是从上边往下边仔细观察。一般来说，就是有几条线就会生几个孩子。当然，如果子女线的沟痕比较深，那么就是生男孩，相反就是生女孩。当然，除了子女线的深浅代表男女，子女线的不同形式还可以反映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说子女线排序比较乱，就意味着孩子将来的身子会比较弱，免疫力、乙估计也会比较低，可能小的时候更容易受疾病的困扰。一条线，婚姻，你是一个性情比较温和的人，无论是和身边的朋友还是和家里的亲戚长辈，你都可以很好的与他们相处。你们是十分互补的一对，你的婚姻极其牢固，因为你们之间是患难与共的2个人，所以说你们之间根本不存在那些别人口中的误会和传言。整体大运方面，虽福气和官禄无法兼美，财运却相当不错，常受贵人引荐，事业能顺利发展，性则多具兴旺夫家的命格，婚后多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2条线，婚姻，你们的感情非常好，是那种任凭是谁都无法拆散的，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们可以肆意的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这也是别人所不能比的，所以你们的婚姻非常的甜蜜，是所有人都羡慕的。整体大运方面，
心地端正纯洁，与人相处亲爱和善，家族缘分较为淡薄，有背井离乡、赴远地成家立业的趋势。少年时运势辛苦，难从家庭获得协助与庇佑，而需自身独立。中年后运势逐渐好转，财富与事业都有发展的机会。男多半相貌清秀，女则具有聪明发达的命格。3条线。婚姻，你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们的婚姻很牢固，也很简单。你们2个都是非常务实的人，到了一定的结婚年龄，就要寻找一个合适结婚的人。所以，这样的你和这样的他，你们结合在一起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整体大运方面，聪明伶俐，福禄深厚，虽家庭融洽紧密，兄弟姊妹间相处和乐。可惜并无亲属能使你获得依靠，而使你在年少时便步入社会。少年时较为辛苦，所幸才艺丰足，使学业及事业发展顺利。中年后运势亨通，收入日渐稳定。晚年时安稳平顺，少有烦恼，可以说是无匮乏的命格。第4条线。婚姻，你是一个非常坦诚、直率、有性格的人。你对待别人都是可以用一个非常真诚的心态。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与人在一起多少都有摩擦，你的婚姻也不例外。结婚初期可能会有争吵的时候，然而凭借你的智慧经营，你的婚姻会朝着愈加和谐美满的方向发展。整体大运方面，性格复杂，心性起伏变化较大，常有临时的事改变心意的状况发生。一生大多安乐顺心，或收入都能长保好运，生活丰足无忧，亲缘关系良好，兄弟姊妹间相处融洽和乐，且都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好了，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眉毛对于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眉毛浓而密的人常常运气也比较好，反之眉毛浅而淡的人运势却是一般般。那对于眉毛中长痣的人，运气又怎么样呢？这样的面相好吗？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眉毛里有痣的男人好吗？人们常说眉毛中有痣的话，就代表着草里面藏有珍珠，这就说明这人比较有智慧，头脑聪明，虽然平时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对于事情有独到见解，当你细想之下才会发现他们的高明之处。通常越是隐秘的地方长痣，那运气就会越好。就像眉毛中长痣，这代表着大智慧，他在眉毛里需要用手扒开才能看见黑亮之珠，因此这样的人大多都心思细腻，眼光长远，做事有谋略，智慧极高。他们就像是藏在眉毛中的痣一样，有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智慧，但实际却让人大吃一惊。但并不是所有眉毛里长痣的人命运都很好，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细分。左眉头有痣，若这个痣是长在左眉头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眼角上方的地方，这样的人命运不会特别好，在将来会面临牢狱之灾。而且这种面相的男人在感情之路上也较为不顺，身边总是不缺乏异性，没办法做到从一而终，常常让自己的感情非常混乱，因此不会过得太幸福，还是要想办法控制下自己的情感，不要那么的滥情，说不定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左眉尾有痣，若一个男人的左边眉毛尾处长痣的话，他们大多属于好色之人，从来不会处理自己的感情，大多时候都是见一个爱一个，没有办法做到专一，因此也得不到真诚的爱情，而且还容易与一些有夫之妇产生感情纠葛。此外，此处长痣的男人在财运上也不好，他们不具备聚财能力，生活中容易出现破财的现象，最终让自己过得很清贫，处处都缺钱，虽然也挣了不少钱，但因为无法守财，因此到最后还是身无分文。左眉靠近眉中有痣，眉毛中间的位置代表着权力和事业，这个地方长痣的男人一般在为人处事方面都不佳，职场中无法与同事和睦相处，
因此事业发展路上总是波折不断，很难一路顺畅。到了中年的时候，他们还容易出现感情方面的危机，严重的话甚至还会与对方离婚。因此这个地方长痣的男人要学会与人相处，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眉头眉尾有痣，俗话说眉头的痣代表着感情，眉尾的痣代表着理智。若是眉头眉尾都有痣的男人，那在感情中都会不顺，因为他们对待感情有些偏激，可能会让人无法忍受。那么眉毛里有痣的女人好吗？不同位置的含义不同。俗话说眉里藏珠，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眉毛里长了颗痣，有福相。这样的女人往往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这一块痣的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痣的不同位置的含义。眉运一，眉间有痣的女人代表旺夫，财运滚滚，早期敢尝试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随着阅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会发现在某一领域有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不断的去超越自我，就会取得成功，发展的越来越顺利。眉运二，眉中有痣的女人在官场发展有望，这样的女人善于处理好与各种各样人的人际关系，她们善于交际与沟通，不断地为自己开拓新的发展方向，从而在官场方面渐渐地有了一席之地，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样的人天生就有一点小威望，但是不能得意忘形，因为官场的险恶无处不在，有很多时候为了金钱利益方面而跟别人发生争执，从而引起别人的不满，导致人家给你穿小鞋你都不知道。所以说无论站得有多高，都要养成开阔的胸怀和气度，学会包容他人，同时也对自己有好处，减少在官场上的不必要的小麻烦，为以后的官路做好铺垫。眉运三，眉尾有痣的女人在情感方面容易受到挫折，因为眉尾有痣的女人本身的桃花劫就很多，当你在一段感情里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又有一些男人对你发出新的暧昧信号，这个时候对你现有的感情肯定是一种阻挠，产生不顺利，从而使感情受到不必要的阻碍。当你单身很久的时候，千万不能轻易地接受别人的示好，一定要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观察他们对自己是不是真心实意的，然后再考虑是否要进行恋爱阶段。眉运四，眉毛上有痣的女人能给自己的另一半带来好运。左边眉毛上有痣的女人，说明她们有一种超强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以后的家庭打理好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让自己未来的老公可以心无旁骛地打拼自己的事业，不用操心家里的大小事情，他们可以处理得井井有条。当然了，在老公的事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建议和策划，帮助老公一起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时候不慌不忙，思路清晰有力，是老公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眉运五，眉毛上有痣的女人跟家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和睦，她跟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纷纷扰扰，导致家人之间感情不太顺利，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矛盾比较显而易见。从小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不太令人满意，常常互相看不顺眼，所以长大后各自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来往。当对方出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为了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而不想伸出援手，他们只希望自己。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十分的重要，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是将下半辈子的幸福都压到了上面。
因此都希望自己的婚姻比较好，但却并不尽人意。那么在面相学中，寡妇相的脸特点，真正的寡妇面相是怎样的？下面就让大佬来具体给大家讲一讲。一、鼻子大而露骨。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脾气和人品。如果女人的鼻子在五官中的比例比较大，鼻孔也比较大，或者鼻梁尖细露骨的话，这种女人一般个性不佳，脾气多变，让人捉摸不透，而且自身也非常的自私，为人处事方面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骄傲之气，做事只顾自己，从来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经常看身边的人都不顺眼，特别的难相处，也容易遭到他人的误解和陷害，婚姻非常不好。二、下巴短小。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储蓄能力以及晚年运如何。如果一个女人的下巴比较短小的话，这种女人一般非常势利眼，为人非常现实和自私，而且嫉妒心非常强，喜欢攀附权贵，处事非常情绪化，内心非常敏感，并且特别爱面子，花钱时也是大手大脚，不知道克制和节俭，蓄财能力非常差，在婚姻感情方面一点亏也吃不得，不懂得谦让和包容，处事比较极端，晚年福报比较差，容易在悔恨中度过。三、额头方宽。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比较方宽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思路也比较清晰，为人很有主见，事事都能处理非常妥当，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对于外界的依赖性比较低，独立性非常强。不过这种女人大多心高气傲，性格比较强势，容易对丈夫的才能和心智造成一定的压制，长此以往的话，会对男方的自信心和家庭和谐造成影响，也让男方很难长时间的忍受，容易离婚。而他们这种个性的话，一旦离婚后，其实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四、脸盘宽大。若是一个女人脸盘比较宽大，再加上满脸横肉，则说明此人性格脾气暴躁，不好相处，如一个市井泼妇一般，喜欢惹是生非，与人叫骂，并且有这样面相的妇人大多薄情寡义，不孝顺，与家中公公婆婆的关系僵硬，心肠狠毒，容不得别人对她有任何挑衅放肆的行径，发起疯来六亲不认，甚至还会提刀砍人，晚年孤苦无依，一生运势极差，亦是容易离婚成寡妇的。五、法令纹早现。所谓的法令纹，就是指再有两条从鼻翼两侧向嘴角两边延伸的纹路，通常会在30岁左右开始出现。但若是女人早早就出现两条这样的纹路，则这样的人性格上会比较消极，常常是喜怒不定，性格也会比较倔强，与家里人的关系相处困难，容易走弯路邪路，婚后的生活混乱，给家庭带来不好的名声，日子过得非常不好，难获幸福。腮骨横张。腮骨横张，脸型胖大，能够从耳后看见腮骨，则这样的女人面带破相，天生的脾气就不好，对身边的人也是大呼小叫，没有一点的教养，一点小事情不如意就闹得家里边鸡犬不宁，生活上也是处处不如意，瞧不起自己的伴侣，就算是有钱也会各种挑刺，不适合相伴终身，否则一辈子难有安宁之日。七、嘴大齿乱。在面相中，嘴巴为食禄与财禄，被称为出纳宫，而牙齿为财门。若是女人的大嘴巴，则这样女人喜欢在外边八卦，乱嚼舌根，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说得满城风雨，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总是在背后使坏，加上牙齿凌乱，财气外露，有财存不住，拖累丈夫的财运，一辈受苦受累。八、眉毛稀疏不盖棱。在面相中，若眉毛稀疏不盖眉棱骨，到时眉骨裸露在外表，则这样的眉毛在面相中被称之为白虎眉，
说明此女不能一夫到头，容易二婚或是多婚。而且这样眉形的女人性格比较冷淡，六亲不认，会防夫克子，中年婚姻必定破裂。9. 双拳塌陷。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主见和欲望，如果女人的双拳塌陷无肉的话，这种女人一般个性非常保守内敛，为人生性多疑，不相信人，总喜欢把别人往坏处想，而且自我约束能力非常差，经不起外界的诱惑，也容易受到别人思绪和想法的影响，做事缺乏原则和底线，整个人内心比较阴暗，喜欢在背后算计他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在民间也被称作典型的寡妇相，婚姻非常不顺利。10. 颧骨尖耸的女人。而提到了克夫，那最后就必须说一下颧骨尖耸的女人了，因为此人对于权力的欲望比较大，若是他在外上班工作还好，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想要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若窝在家中，那丈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此人不仅会与丈夫争夺夫权，还要打压丈夫。若是一个性格软弱的男人还好，那必定是被欺压一辈子，而若是同样强势的男人，那生活注定矛盾不断，难以幸福。11. 目光十分坚定。拥有这种面相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会将所有的精力放置在事业上，而这种女性都拥有独立、坚强、成熟、稳重的性格，所以拥有这种性格的女性在事业上就有很好的成就，但两者不可兼得，就如家庭事业不可双收一样。所以拥有这种面相的女性，事业虽然不错，但感情生活一塌糊涂，也属于寡妇命。12. 鼻子尖而又露骨。女人鼻子尖而鼻翼都非常露骨，鼻腔偏偏很大，鼻骨又有暗纹结梁、凸起、生灰质等，都是不好的鼻。有这样面相的女人自尊心强、霸道，看谁都不顺眼，也是标准典型的寡妇相。13. 三白眼。女人有三白眼是寡妇相的另一个特征，一般有此面相特征的人，黑眼珠都比较靠上，而四周眼白比较多，性格比较阴险，总是喜欢用坏招损招，性格阴晴不定，一件小事就会闹得家里鸡飞狗跳，过不了一点的安稳日子。婆媳关系紧张，家里的氛围压抑，对自己的孩子也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要想长寿，就别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否则倒霉的只能是自己。14. 女生男相。相书上说，男生女相主富贵，女生男相多劳累。若是女人的面部特征出现出额高、眉粗、颧高、鼻大等特征，声音较粗犷，体态没有一般女子纤柔，则这样的女人阳刚之气过盛，家里处处都会打理得非常周到，比男人更能赚钱养家，日子过得不会清闲，总是嫌弃自己的丈夫，争吵多，日子不如意，一旦找到比丈夫强的人，立马就会抛弃他们，眼里不会养闲人。15. 下巴又尖又细。下巴又尖又细的女人一般都非常刻薄，她们在年轻时候太过于嚣张跋扈，不懂得生活，以至于中年变得非常奸诈，注定是无福之人。在婚姻中，她们多是怨偶，不注重和丈夫的关系，所以他们两人的婚姻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丈夫也因为不愿意在家里，反而去外地打工。16. 眉毛杂乱的女人。眉毛杂乱的女人在生活中也是如同她的眉毛一样杂乱，而此人不仅性格不佳，在生活中经常会与他人发生争吵，所以导致了工作不顺利，难以挣到钱财，且生性懒惰，家里乱得就像猪窝一样。而丈夫看见自己的妻子无所事事，那不论是谁，估计都是难以忍受的，自然免不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争吵，有着二婚的风险，所以需要小心了。17. 头发硬乱。头发为肝气之主，若是女人的头发硬乱，则这样的女人一般表现为脾气粗暴混浊，树敌太多，喜欢在外惹是生非，
而且这样的女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与家人的关系相处紧张，无论是婆媳还是妯娌都很难相处融洽，常常与人发生争端，属于典型的败家克夫克子之相。所以与这样的女人结婚，日后的生活一定会鸡飞蛋打，一辈子不得安宁。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